Hello everyone, this is Jay Kai. 我们是今年3月份企划，4月份正式开始的这个 Reaction 节目，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过去快8个多月了。然后这8个多月100几十期节目中，争议一直不断，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啦。大家没少看到我在动态和评论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疯回复，以我非常有限的中文能力写小作文解释。我当然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我们的观点，尤其是我的性格又很讨人厌，然后讲话很冲，这不是什么秘密啊，就我所有家人朋友都知道我的性格缺陷。事实上，所有订阅用户里，哪怕只有1%的人讨厌我、质疑我，那也已经是1万多人了。我没有要改变大家想法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一些误会可以通过反复沟通去减少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因为这边经常也会有新的观众订阅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点开每期视频简介里的那个团队介绍和声明，所以我想在2023年年末干脆对所有的争议做一个总结，掏心掏肺的跟大家聊一聊天。老观众肯定会觉得好腻啊，怎么解释了一遍又一遍 Sorry，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对所有争议做出回应，回应不是为了还击，我说话再冲，但从来不骂人。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我绝对接受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我非常反感那些以批评的口吻去强求别人认同自己唯一答案的人。来来去去，争议无非也就围绕那么几个问题。哼，你是不是收了钱，故意抹黑我们家的偶像？老师的学历那么低，有什么资格评价大明星呢？哼，我看你就是想蹭热度。什么空耳见修音啊？修了哪几个音？你倒是给我指出来！为什么不做功课了解一下背景？收钱做这个事情真的就算了吧，真的我们不缺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是也算丰衣足食。我 B 站的老粉肯定知道，从建号初期，这个频道就是兴趣使然，一会儿做东，一会儿做西，接商单恰饭也是怎么方便怎么来，然后感兴趣做一做，不感兴趣的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做。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你知道吗？就感觉上可以补电费，但是实际作用不大，挺虚拟的。虽说这个 Reaction 系列小火了以后，的确是有经纪公司来找我们，然后要求我们点评他们的艺人，但是洽谈之后没有一家决定继续的因为主要原因是我说不能有稿子，然后必须实事求是点评，那根本就没有给甲方留下任何可以操作的空间啊！他们干嘛要花钱做这种事情？说到蹭热度，如果能蹭我会蹭一下的，这是真的，前提还是得自己感兴趣，你知道吗？就蹭热度没毛病的，每一个做内容的人都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有更多的人看到，对不对？那不代表什么火就必须做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比如说瓜曲系列为什么停了，主要是因为大家感兴趣的瓜我没感觉，然后我感兴趣的话题，要不就是没人感兴趣，要不就是过于敏感啊，然后容易被限流啊、不过审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就很没意思啊。没关系，我不做大把人做，对不对？哦对，还有老师的学历，这个也能够被挖出来当成是一种黑历史吗？我也真的是无话可说了。那这个世界上高学历的人多得去了哈，是不是高学历的人就唱歌好呢？是不是高学历的人就会教唱歌呢？是啊，他没有资格点评大明星。那为什么他的 Instagram 在这几个月里面多了那么多大明星关注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职业歌手和知名音乐院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的会员专属活动？为什么 ？OK， 当然大家或许都没有你资历高，那来请参加一镜到底不修音挑战，展示一下你的实力。OK， 接下来重点说一下修音，我们反复强调了不知道多少次啊，修音啊、预录啊、对嘴、补录、所谓的还音等等，都是业界的常态。拜托，这些技术和设备就是为了艺人而存在的啊，用了就是用了，干嘛一定要去神化他们有绝对音准啊？把一个个完美修音后的所谓现场拿来当成他们所谓的巅峰状态，标榜这是成长后的完全体、究极体，这样对艺人真的公平吗？你们不把他们当人看呢？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其实否定了他们最真实的现场演唱水平？每个人都有状态好和差的时候，
但是没有人，包括世界上最厉害的歌手，可以做到一首歌一个音都不偏，这是不人类、不科学的。相信我，所有在录音棚里工作过的人都非常的清楚，人类嗓音在零辅助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科技加成能让观众有更好的体验，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这就好像对整形医院最有需求的明明就是这些公众人物，但是公众人物往往不承认自己整过型，然后一堆粉丝在那边叫啊，不是的，哥哥只是减了个肥，头都换过了还减个肥。我们捋过的视频里面99%都修过音，只是修多和修少，自不自然而已。标题所谓的那些 live 版也未必真的就是 live， 只是很多外行听不出来看不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们看起来听起来会很敏感。如果听感不自然，让音画不契合，呼吸、麦距、口型、体态和声音根本不一致，那 Rosette 自然会有反应啊。那你还要求他给你指出具体的修了哪几个字？那可以，你去排队报他的课好不好？那1对1的课程，几百美金1个小时，而且几个月内估计你都约不到的。Good luck。最后再说说做功课的话题。功课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有目的性了。是，我也知道做完功课尽量的夸和所谓的文化输出几乎就是一种流量密码。我了解为什么有人衷心的提出建议，想要我们把节目做得更符合大家的胃口，更成功，更受欢迎，但这不好玩啊。既然不缺钱，我追求的成功和大家想象的未必是同一样东西啊。相反，现在这种偶尔被问个措手不及、很尴尬的样子，往往才会让每次的拍摄变得刺激和有趣，让讨论的方向充满未知感。歌曲内容、艺人背景，我们要是知道那就知道，不知道的话，如果感兴趣我们就会去查。如果不小心说错了、唱劈了、唱跑了、尴尬了，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问题啊。做一个活生生有瑕疵的普通人有什么不好？处心积虑把这一个号公关成一个大部分人都喜欢的人设，有意思吗？叫你做功课，又不是叫老师做功课，概念有没有搞错？可惜你不明白的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他，一个不露脸的他。我们是2只在18线打滚近20年的顽固的老蝎子，几乎同一天生日，性格极其的相似。我们的意见是一样真实、平等、相互制约的。没错，我只是一个连中文字都不会写，只会用拼音打字的海外华裔。这个世界上比我更适合科普中国文化的人大有人在，然而说话能在他那里产生一定分量，和他一起每周可以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人没有多少。你让我做功课和让他做功课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扼杀了这个系列的初衷。这个系列之所以出现，主要也是因为我们2个人顽固和叛逆的性格。你不可能去改变我们，你改变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秀。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回应所有争议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适当的跟我换位思考一下，了解我作为这个系列的企划人，我的所有观点，认不认同都 OK， 至少我尽力沟通过了。If you don't agree with me, it's totally fine.Let's all agree to disagree. 大家可以礼貌的取关或者拉黑，不需要吵个你死我活，硬是要分清楚谁对谁错。这一波过滤以后，剩下来的人才是我真真正正可以共享音乐和生活态度的知音。我非常感激你们，你们的存在是我继续创作的原动力。感谢你们支持我，让我可以任性下去，继续做自己，做一个 EQ 超级低、超级幼稚的中年人。I sincerely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Happy New Year, everyone. See you in 2024.